为什么说全能自恋是中国人各种极端心理的基础？全能自恋在一个成年人身上有哪4种表现？邪教、传销与大炼钢铁和亩产万金有着什么样的共同心理？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我们都是全能自恋的龙、全能自恋的幻梦这2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我们都是全能自恋的龙，共生心理催生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催生了中国式好人，中国式好人则是为了掩盖一个真相，婴儿都想做为所欲为的龙。婴儿和巨婴最根本的心理是全能自恋，它有4个基本的变化。第一，全能自恋，我是全能的神，世界必须按照我的意志运转。第二，自恋暴怒，意愿被拒绝，神就会变成魔而生出摧毁欲。第三，彻底无助，暴怒不能表达，就会转而攻击自身，让自己不能动弹。第四，被害妄想，我的所有不顺都是因为外界有一个魔鬼害的。中国人中各种极端的心理基本上都离不开全能自恋的这4个变化。我们的人欲都是全能自恋级别的，如此极端，如此可怕，所以必须要用天理来镇止，而天理就是绝对禁止性的。但全能自恋的本我和绝对禁止性的超我其实是一回事。当这条龙做自己时，就想全能自恋，转而想管别人时，就变成了绝对性禁止。紫禁城中对所有人都有各种规矩限制，像是绝对性的，但规矩都不加于皇帝。这些设置是给所有其他人的规矩，就是为了保证皇帝的为所欲为。全能自恋的幻梦，全能自恋的4种表现。婴儿的全能自恋可以概括为：我一动念头，世界就得立即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内容满满。在成年人身上会看到这种心理的4种常见表现。第一，追求优秀甚至完美。第二，想法多，行动困难。第三，诛心论。第四，在关系中受伤后会退行到孤独的全能自恋中。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谈谈这4点。不优秀，不配活着。第一点，我把它称为卓越强迫症，可表达为不优秀，不配活着。对思想才华的崇拜与攀比，以及应试教育体系的无法遏制的压力递增，就是从这一点而来的。其实用卓越、优秀这些词来描绘，都远远不够。因为婴儿和巨婴心中真正的自我感知是全能与完美，最原始的感觉是全能，完美是由全能演化而来的。很多人遇到事情，如意外灾难，会内疚，喜欢做过度的内归因，都是我的错，暗含着这一逻辑，也就是如果我是完美的，事情就可以彻底被我掌控了，都怪我不完美。让我印象最深的有2个故事。一个是一个高中女生，每次考试成绩下来后的2、3天会想死，考第一也这样，唯独的一次例外是她门门课都考了年级第1。我问她，你好像觉得自己是完美的。她惊讶地反问我，难道不是完美的吗？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富二代，他希望在自己家族的公司内每一方面都强，不过不同的是，这个富二代知道这种愿望不可能也不对，而这个女孩真的觉得自己应该是完美的。你越认为自己应该是完美的、全能的，那么你就越容易痛苦，因为这本就是一种不可能的幻觉，太容易被戳破了。关于婴儿的全能，心理学家克莱因是这样说的：婴儿会感觉妈妈是他创造的，妈妈的乳房也是他创造的，他可以自由地使用妈妈，也可以无情地毁灭她。这一点在巨婴程度严重的来访者身上也能看到。一位留学生对我说，他这30年来都非常痛苦，因为他没有才华，但是他名牌大学毕业，在欧洲工作，成绩也蛮不错的。为何他会这么说？他屡屡提到才华2个字，我问他什么叫才华，他说他希望他的才华是独自开创一个领域，并创造一些从来没有出现的成绩。他说了很多，
我反馈说，你好像在说你得在一个领域拥有上帝创造世界的那种能力。他说，哦天啊，真的是这样。经常有读者对我表达鄙夷，你使用的理论都是别人的，这是不可能的，但大多数是别人的，这是真实的。当这种鄙夷表达的非常严重时，给我的感觉好像都是你原创的才可以。中国父母总喜欢夸别人家的孩子，而不愿夸自己家的孩子，这会给自己家孩子这种感觉：你必须全能，否则别人家的孩子总有比你强的地方。这很可能是父母将我必须是全能的或完美的这种婴儿式的渴望投射到孩子身上，变成了你必须全能或完美。第二个表现是想法多，行动困难。这有两个常见而又并不容易觉知的原因。第一，婴儿只提供想法，妈妈负责完成。第二，我是完美的，我一动念头，世界就该按照我的意愿转，否则我就崩溃没辙，想死。第一点心理看起来有问题，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我见过很多企业家，他们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画饼，他们提供设想，而推动其他人去完成。他们在指导别人时头头是道，似乎有很了不起的见识，但真要自己做时，才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但他们是老板，而很多执行力特别强的导师甘愿被驱使，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老板，自己就不知道走向何方了。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国人容易处于两个极端，要么保留住全能自恋能量的巨婴，要么是严重压制了这份能量的正常人。后者看似理性而正常，但因为压制了自己原始的能量，结果导致想象力受损，所以需要全能巨婴给他们提供想法和驱动力。第二点心理常见于很多严重的拖延症，他们有很宏伟很完美的想法，但不能实施，因为真去落实，他们的全能感就必然会被颠覆。比如一个女孩子说，她希望自己的会计师考试能得到高分，但她就是不能投入地去学习。仔细聊下去，原因很直接，真去学习时就发现掌握知识都需要时间，并不能做到一学就会，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事实，但这却打击了他的我应该是全能的这个想象。所以最好就变成他从来都不去真正投入，这样就可以保留了一个自我安慰，我没有成功是因为我没有投入，我如果真投入的话，那一定非常了不起。中学的时候，一位要好的同学对我和同桌说，我不如你们聪明，身体不好，又不能像你们一样努力，可我成绩必须比你们好，我相信是有方法的。我和同桌听了之后瞬间石化，觉得这简直是没逻辑，也可以叫神逻辑。神逻辑这个词倒也很对，人是做不到的，而神可以。第三个表现是诛心论。中国人很熟悉诛心论，毕竟历朝历代都兴过文字狱，中国人相处中也会深切地感觉到，语言是件很危险的事，因为很容易得罪人，所以最好说话时要含糊，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是一个真正有用的中国式生存哲学。当然，不光我们这样，全世界的人哪个群体都有这样的个体存在，非常不好惹。这方面最经典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是电影《杀死比尔》中的。影片中的白眉道长曾和少林寺方丈打招呼，方丈没理他，人家很可能没注意到。白眉也想到了这种可能，但还是觉得受了奇耻大辱，然后就把少林寺给灭了。为什么会这么极端？因为既然婴儿觉得我一想，世界就该按照我的意愿运转，那么很自然，想法、行动和后果就是一回事了。我想杀了你，就等于我真动过手，等于我真的杀了你，所以必须要诛心。成熟心智的一个起步标准，就是能区分想象和现实，并能知道想法不等于行动，更不等于后果，还知道从想法到行动，从行动到有后果，都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努力，然后想法才可能变成行动。但是婴儿处于混沌没有分化的状态，他既不能很好的区分我和你，也不能很好的区分想法、行动与后果。他越是活在我一有意愿，世界就必须按照我的意愿运转的全能感中，就越会有诛心论。一个人必须得知道他的想法不等于事实，如此一来，他才能包容自己复杂混乱的想法，特别是攻击性。你必须得知道，我想打你不等于真打了，
我想杀你不等于真的杀了你，然后才能允许我想打你、想杀你的想法。在我的工作坊里，因为总要触碰人内心黑暗的部分，所以我会特别讲到这个诛心论，让学员能够区分想法、行动和后果，根本上是要区分想象和现实。对于这一点，我会说这样一句话：你怎么想象都可以。比如，人性中最严重的想象之一，就是男孩的恋母杀父情节和女孩的恋父仇母情节了。而弗洛伊德说，这是人类共同的想法。如果你不允许这些想象，就只有将它们紧紧地压抑到潜意识中，而成为不能被触碰的部分，精神分析治疗也就不能进行了。精神分析治疗的一个原则就是治疗师保持中正的态度，聆听来访者的所有想象。文字狱和诛心论是我们巨婴国度的一个非常糟糕的部分，这导致社会权力体系和家庭权力体系由于过度惧怕人的想象，而试着去钳制想象的自由，结果也压制了活力与创造力。并且我们的社会并不会因为我们思想上的纯洁而真的变成一个道德社会，相反，我们只是不能公开谈论人性的黑暗，而这些黑暗因为不能公开谈论，结果变得更加黑暗。这是我们沦为互害型社会的一个关键原因。第四个表现，从关系退行到孤独的全能自恋中。纯粹的全能自恋，婴儿或巨婴，要么是神，要么是魔，但在和妈妈与其他人的真实关系中，可以成为人。虽然说，当妈妈满足了婴儿吃喝拉撒睡玩的需求时，婴儿的全能自恋会得到满足，那一刻有神一般的感觉，但是不管妈妈怎么努力，这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更重要的是，当妈妈满足了婴儿时，婴儿的能量就成功地伸展了出去，和妈妈建立了一定的链接。因为这样，婴儿就从孤独的神魔世界中进入到人的世界。在一次次这样的链接中，他的能量得以人性化。这个过程也可以逆转。当婴儿或巨婴在关系中受损时，也可能会退行到全能自恋中。比如，很多人失恋或离婚后会变得非常积极，简直无所不能。意思是我离了你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这时候的积极无所不能都伴随着深刻的孤独。这样的人会非常抗拒深度而亲密的关系。更严重的是，一些人在分手后会产生一些全能幻觉。比如有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说，一次失恋后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了恐惧，觉得自己似乎有超能力一般，好像一发怒，整条街道都会灰飞烟灭。最严重的是洪秀全这样的故事，他科考失败后，然后精神崩溃，产生幻觉。在幻觉中，他发现自己是上帝的二儿子。从精神病学的诊断看，洪秀全这个时候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有了经典的幻觉症状。但是洪秀全现象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实在是太常见了，甚至每一次历史轮回中都可以看到全能神们的身影，他们甚至左右了历史的走向。所以说我们是巨婴的国度并不为过。全能自恋的幻梦。1990年，山西大同女孩杨向斌因为高考落榜而精神失常，成为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1993年，杨向斌却成了全能神教的女基督。搜了很多资料，都说杨向斌是被邪教东方闪电创办者赵维山利用的，但他能有什么利用价值？他的价值很特别。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活在臆想世界中的杨向斌，从1991年开始写神话，并创造了一个成体系、有一定思想的神话世界。这个神话世界有相当大的感召力。赵维山借用杨向斌的臆想世界，为自己带来了无数信众。杨向斌的臆想世界为什么如此有感召力？因为这是一个经典的心理现象。我们设想你在爬一个1米高的墙，但失败了，掉了下来，这时你会怎么做？常见的选择是你锻炼你的爬墙能力，等提升了继续去爬墙。这样做意味着你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你也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个墙太矮了，我才瞧不起呢，我要爬那个1丈高的墙。这样做意味着你经常使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受挫感。最可怕的是这样的逻辑：爬墙失败这件事根本没有打击到我，因为我发现我是全能的神。这样做就意味着你是一个精神病人，或者说你突然退行成了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因为早期婴儿的心理世界中
最重要的心理就是全能自恋。全能自恋是每个人在婴儿早期都具备的心理，也就是婴儿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我完全浑然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妈妈和其他养育者，这个世界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如果只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恋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罢了。但是全能自恋同时还伴随着可怕的无助感、暴怒和被迫害妄想等等。也就是当全能自恋受挫的那一刻，你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然后陷入似乎根本不能动弹的无助感中。这种无助感你一点都不想体会，于是你立即变成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你全能自恋的人或物，最好是弄死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可以证明自己对这个人还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并且你会觉得那个人或物是恶魔，是专门来害你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懂得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市一家麦当劳发生的恐怖杀人事件的凶手们可能的逻辑。那伙凶手有6个人，领头的人是河北省无极县东关镇的张立东，他带着大女儿、二女儿和小儿子，以及另外2个女人。在麦当劳，这伙人要张某的一个女儿去周围桌子上要大家的电话，受害人吴某拒绝，结果被他们围殴致死。所有人都参与了围殴，这实属罕见。更为特殊的是，他们都称受害者是邪灵恶神。张某的女儿在被拒绝时这样称呼受害者，第一个殴打受害者的30多岁的女人也是这样称呼受害者的。猛烈攻击并直接致受害人死亡的是1959年出生的张立东，他拿着钢制的拖把猛砸受害者，边施暴边喊：你这个恶魔，让你永世不得脱生。网上最初传出嫌犯张立东是金矿矿主，河北平山人，并将行凶的动机诠释为权贵想勾搭美女被拒绝，然后实施暴行。但案发时的这些细节显示，这不是一个寻常逻辑就能够解释清楚的故事。第一，要电话的是不足20岁的女孩，而不是男人张立东。第二，他们攻击受害者时都喊他是邪灵或恶魔。第三，他们6个人说话的方式高度一致，没有一人犹豫或进行劝阻。这显然不能用因为是一家人来解释，更像是被集体洗脑了。第四，看网上的完整视频，在攻击受害者之前，张立东不断出现古怪而可怕的咆哮声，这是多么讽刺的一幕。他自己宛如恶魔，却将受害者称为恶魔。中央电视台31日的节目中，张立东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死他，因为他是邪灵，是恶魔。因为他们的这种特别性，现场目击者说他们像是喝了酒，当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仅仅是邪教较重这一点就可解释他们的状态了。他们正处于被邪教支配的癫狂状态。网上传出任何可怕的事情，多数网友都倾向于使用一种解释：权贵在欺压弱势群体。但根据这些特殊的细节，哪怕没有第5个在央视上展现出来的细节，我相信警方公布的结论，这6人都是全能神教的信徒，要电话号码是为了传教。这个邪教的名字就很有说服力，全能神。很可能这个教中的创始人、女基督和忠实信徒心里都还处于婴儿早期的水平，是活在全能自恋中的。全能神教很多人都觉得第一次听到，但我留意过相关的新闻。2年前他们的高层被一窝端，而杨向斌和赵维山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到美国。那时就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称，女基督高考失败，然后变成了神的代言人。当时我还给朋友讲这个故事说，你看他承受不了高考失败的挫折，退行到婴儿的无所不能的幻觉中去了。这里穿插一个名词解释，退行。退行是弗洛伊德发明的词汇，用来解释一种心理现象，在相对高级的心理发展阶段遭遇了不可承受的挫折，于是退行到相对低级的早期心理的发展阶段，寻求那一阶段的心理安慰。经典的退行如感受到焦虑时狂吃东西，就是退行到母亲的乳汁里，寻找最早期的一种安慰。不过妈妈的乳汁还不是最早期的安慰，最早期的是全能自恋。毕竟不是谁都吃过妈妈的乳汁，但谁都可以想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神教或类似邪教在中国很容易有市场，
因为需要推行到全能自恋的人太多了，普通的物质传销和精神传销很容易在中国大行其道。原因就是他们的全能自恋游戏很容易诱惑到大众，巨婴有很多可怕的心理，如偏执分裂、非黑即白、你死我活、你我不分、把想象等于现实等等。而其中最原始的也最可怕的，当属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会导致一个人将其他人和万物都当成自己的棋子来对待，而不能将对方视为生灵。但这种心理其实是婴儿早期都具备的心理。想象一个不足6个月大的婴儿，他简直什么能力都不具备，不能独自解决任何事情，但这时的婴儿却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是的，他一动念头，和他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就会按照他的意愿来运转。婴儿早期的时候，他们的全能自恋必须得到相当的满足，因为若不能得到满足，那意味着他们立即就会陷入可怕的完全无能为力的无助感。想象一下，你就会知道，如果没有大人的帮助，婴儿连一只苍蝇都对付不了。所以，好的养育者，特别是妈妈，对于1岁前至少保证在6个月之前的婴儿，要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及时且敏感地满足婴儿的各种需求。这样一来，婴儿会觉得自己真的像是全能的一样，一饿妈妈就有乳房，一冷就有妈妈的怀抱，一笑就有妈妈传来的喜悦。完美的照顾者当然不存在，也就是婴儿的全能自恋不可能得到全部的满足，但足够好的照顾可以让婴儿大致获得一种整体性的感觉，我基本可以掌控我的世界。这种感觉获得后，就可以承受一些不被满足的时刻了。但如果婴儿严重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就无法形成一种整体的掌控感，他们就会滞留在全能自恋的原始心理中。虽然中国的父母总宣称多么重视孩子，但在我的观察中，中国家庭对婴儿的忽视是极其普遍的，且程度相当严重。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太多的人，在我看来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婴儿早期严重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滞留于全能自恋的心理之中。灵性修为很高的人，貌似有点全知全能，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全知全能感。这两者有区别吗？有，关键是灵性修为高的人没有被迫害妄想，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有被迫害妄想。我见过几个有全知全能感的人，他们自称开悟，也的确有一些非凡的见解和一些真假难辨的本领，但同时都有被迫害妄想，而且无一例外地都说遭受到了国安的监控，有一个甚至觉得全世界最厉害的特工都在监视他。一个人的生命能量流向2部分，一部分是自体，也就是自己，另一部分是客体，也就是别人乃至整个世界。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说，你如何看待自体和客体构成了4个等级。最好的等级是自信和热情。自信就是生命能量能够自然地滋养自己，相信自己能做成想做的，同时很靠谱。热情即生命能量流淌到其他人或事上，滋养对方。第2的等级是自大和对客体的理想化。自大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缺乏事实的支持，不过还是有一些支持的。理想化也就是很容易把自己崇拜的人理想化，但不会觉得他是全能的神。第3的等级是疑病和宗教性的恐惧。疑病也就是自体虚弱在身体上的一种表现，宗教性的恐惧也就是对客体产生一定的好感，但总觉得好的客体严厉而苛刻，自己必须倾尽所有才能获得其认可。最差的等级是自恋妄想和被迫害妄想。自恋妄想也就是觉得自己是神，无所不能，这完全缺乏现实基础。被迫害妄想也就是觉得外部世界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牛人构建了一个体系，系统性地迫害自己，而这也缺乏现实依据。杨向斌从高考落榜到最后成为女基督，她的自恋水平是最低级的，也就是直接诉诸我是神这样的自恋妄想。而同时，这样的宗教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也是带着被迫害妄想的，所以会对不信他们的人有很高的敌意，特别是对背叛者，他们极其无情，因为背叛者是对他们自恋的最大攻击。全能自恋的破坏性
在全能神教和其教众制造的528惨案中有最极致的展现，而普通一些的全能自恋则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普通成年人最容易见到的全能自恋中可以归纳为2点：第一，我无所不能，所以我不能拒绝你提出的任何要求；第二，我无所不能，所以你也不能拒绝我提出的任何要求。咨询中和生活中都发现，很多强人其实都是滞留在全能自恋心理的巨婴，他们从小不能从父母那里获得支持，无法内化父母的强大到自己心中，并对父母产生依赖和依恋，而是从小就学到一切要靠自己。这样的强人在事业初期和中期会有非常理想化的目标，这份理想化会驱使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仔细品味或聆听这些强人的心声，你就会发现他们觉得自己简直像神一样，可以满足自己家人和员工的一切要求，不管是否合理。这会导致他们容易有非常不切实际的目标，并且因为不能拒绝别人的要求而活得非常累，并且他们只能活在理想化的想象中，而现实必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于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住理想化的想象，他们会逃避和否认现实中的问题。比如他们不愿意做好管理，不愿意做好财务，因为这些细致的工作都必须基于现实，并且管理和财务也意味着他们在遵守这些东西，这会让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束缚，全能自恋感被破坏，所以管理和财务容易成为他们的敌人。我想历史上的一些皇帝之所以对敢于谏言的知识分子产生敌意，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听话，关键还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是他们全能自恋感的最大敌人。如果民众都崇拜他，而且是瞎子、聋子乃至僵尸，那么他就不必去看那些不愉快的现实了。一些中国式的成功故事就像是皇帝的新衣，那些成功者像骗子一样，向他们的客户兜售自己的生意，明明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却被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客户就被说服了。我多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些政府部门的大生意，理性而成熟的生意人去谈，摆事实讲道理，基于理性和全面的剖析，不成功；换一个人去谈，成功。这个成功者讲的并非是事实，而是一个理想化的想象，但他在讲述的时候把想象等同于事实来讲，讲的既理直气壮，又看起来很谦逊，并且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方案，结果就成功了。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是一个活在全能自恋中的巨婴，而政府的客户则容易是只求成功而不想承担任何风险的，而且内心也是全能自恋的巨婴，所以一拍即合。说到全能自恋，说到把想象当事实来对待，我们很容易想到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但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什么感应超美，什么大炼钢铁，什么亩产万斤，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也是同样的玩意儿吗？而且是全民水平的，所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是全民水平，那么可以说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很长的时间段内，我们都集体滞留在婴儿的心理发展水平。所以不光皇帝们活在全能自恋的幻梦中，整个民族都活在幻梦中，并且清醒者都得去死或者沉默。整个民族都是婴儿水平，那还意味着我们都渴求一个全能神来拯救自己。这就是学术界一直说的好皇帝梦。因为婴儿们是无助的，所以只能想象靠全能的神来拯救自己。因为婴儿水平的无助太常见，所以装全能神、兜售万能药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张悟本对绿豆的神话，认识一位男士，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骨头似的，而他觉得自己是万能的，一半是真实的妄想，一半是骗人。遇到别人他都会问，你需要什么？不管你有什么需要，我都能调动宇宙的所有资源满足你。并且和他谈话时，觉得他有很强的能力，用察言观色来形容远远不够，就好像他真的能碰触到你每一句话中的能量边界，这使得他在对话中不断试探你的边界。你需要 A 吗？不需要。好，我换一个问题，你需要 B 吗？如果你没有那么坚定地说不需要，那么我就会说你在 A 这一方面真的有问题啊。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绝对可以满足你。
其实他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试探出你真正担心的是什么。这也是算命先生和你聊天的技巧。作为一个活在全能自恋中的巨婴，这一刻他真的相信他可以像神一样满足你的一切需求，而你也恰好相信有这样的神存在，那么你和他就可以构建出这样一个奇特的链接了。这时他的暗示会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性，你绝对相信他的说法，这份绝对信任不可思议地调动了你自己的一些资源，于是奇迹发生。但这是你绝对相信的结果，而你却认为这是他创造的。这个例子貌似有些罕见，但农村里跳大神的巫婆和神汉们，我觉得大多都有这个特质。别觉得这种心理离你太远，实际上传销，无论是商品传销、资本传销还是灵性传销，也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逻辑。主导者说，我们像神一样，我们可以轻松获得巨大的成功。主导者若有意识地骗，那么不易获得奇迹般的成功。但如果恰好有全能感的巨婴将这些想象当事实来讲，那他们就会有神奇的感召力，会唤起其他巨婴们的全能感，和他一起去做一场宏大的幻梦。巨婴遍地是传销在中国盛行的基础，也是各种邪教在中国很容易成功的基础。所以说，全能神不是杨向斌、赵维山和张立东们的独家专有，而是一种普遍藏于我们内心中的东西。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获全能神邪教的该是司法体系，这一点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成长，这可以破解我们心中对全能自恋的执着。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我们都是全能自恋的龙》和全能自恋的幻梦这两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